你怕別人看不見你，所以你做了很多多餘的事情，那也是種貪心。問你一個問題：堅持和固執的差別是什麼？我會覺得，當你沒有想要的時候，什麼都得到了。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人，那代表你醒着的時候都在否定你自己，你會懷疑自己，但代表你創作的東西太少了，你一直都在想事情，你應該沒做什麼，你會再做錯，沒有錯的決定。尤其是這個時代，結果一點都不重要。所以應該付出的當下就是收穫，剩下是多的。金曲獎是多的。對，哦，對，就是我做的當下就夠了，剩下沒有關係。超喜歡這句話的。有沒有一些超級初階表演一定要知道的3件事，好不好？如果你在表演的時候突然停電，馬上麥克風放下來，開始。好，真的每次都有用。这樣可以。好，我是上一次剛好去就約了熊仔聊天，然後那個時候我有很多不確定的東西，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一個這麼大的秀，我該準備什麼。然後聽了你的歌，然後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有一次我看了一個影片，你應該是去朋友的婚禮上面表演。沒有，他是我聽眾的婚禮，對，然後你去，然後我覺得那種很鬆弛的感覺，是我非常向往。如果有一天我能夠在舞台上面，我想要展現的狀態，所以那時候我就問了熊仔超多很笨的，作為初階表演者超多很笨的問題，就是你是怎麼做那個表演的準備啊？包含心情上，或者是你是怎麼做這件事情？我覺得不同階段當然。學會的事情或練習到的事情不一樣。現在我想的事情都是，我覺得第一是不貪心。就是我通常我覺得人生有很多意外都是在貪心的時候。什麼叫貪心？就是你用你不擅長的力氣在想要加速事情的進展。所以當你用你不擅長的力氣在做事的時候，就容易出意外，這是很合理的事情。第一不貪心，第二是什麼情況你都笑得出来的話，那應該會長什麼樣子？你的笑聲應該要長什麼樣子？然後我應該笑怎樣比較無害？先想好那個表情好了。對啊，就是我覺得大部分的事情你出錯了，真的出了一點狀況，你還笑得了自己就沒事了。但是你一開始就這樣嗎？還是說其實你有一個進步？還是我覺得他有很多，就是你會開始像你知道到你這個階段，你問了一堆瞎問題，可是重點是結果是你笑得出來，前面這些問題是不存在的，所以我會覺得這邊好複雜，那我想要怎麼笑就好了，那事情是不是簡單一點？對，其實就這樣。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就是說比如說要做這件事啊，這個屬於我能力可以搞，這個我不行。你怎麼意識到這個事情？你在你表演前就知道了吧？對啊，就是你在做這件事，你有想說，譬如說我這邊叫大家舉手，我先想好了如果我講的不清楚，那別人會沒聽到我講舉手；如果我講的不夠帥，別人會不想要跟我舉手；如果我講的太多，那別人也會舉得很累。這些東西就是你坐在那邊聽的感覺，所以你在一開始演出的時候，你應該就知道，你設定的這件事它有效果，就沒有在賭，那就是剛剛好。然後在上面要想的是，不是盡力，不是用力，是要輕輕鬆鬆的，一點都不費力。就是我的意思是說，我去想我表演可以做的事情，其實都是我想要看起來我輕輕，但就很大力。對啊。就是我不用很吃力的去表現我自己。什麼叫很吃力的去表現？就是你怕別人看不見你，所以你做了很多多餘的事情，那也是種貪心，對吧？所以把貪心收掉，笑得出來，其實解決了。然後沒有出錯，就是你如果現在有事情啊，譬如忘詞好了，對，那
我覺得忘詞，我自己的邏輯就是先放下來吧，不要硬接，然後確定想要什麼時候跟進去再跟進去，然後放下來的時候先笑，對吧？先笑沒事啊。因為我就看了你，反正我看了超多 MV，然後每一個 MV 裡面的細節、調色、燈光、節奏、畫面接畫面的感覺，我都非常喜歡。那原本我想說你應該是一個就是那種超 chill、超級 freestyle， 但聽起來你完全不是，你就是一個細節控制魔人呢。我覺得原本蠻是的，我跟熊仔的完美主義不大一樣。我覺得以前那種完美，我的完美是我想要自己比別人努力，至少做到這一件事情，因為努力最厲害。這樣对，我就是会有这種心態，所以以前就是能做的我全做，就是我就想要比你多一點，任何。然後後來我發現說，當我有一個很想要的東西，我会為了這個東西做很多預設立場啊，然後往往我最後完成了這個結果，總是落在這附近，就是不會在你想的那件事上，從來就不會，一直都不會，永遠都不會。所以我把這個事拿掉了，我就只是朝一個方向做決定，然後我發現我決定的越快，我就越快到達，離我要去的地方越近。做的越多次越快，我就離那邊越近，然後反而就沒有要去的地方這件事。舉個例子，我很想我過世的朋友，就想着他，然後每天寫歌，然後關心一下身邊的人，專輯就自己寫完了，然後我得了2個金曲獎。所以就是我會覺得，當你沒有想要的時候，什麼都得到了，然後付出，我覺得重點是。你在上面沒有你自己好玩的感覺，你就會一直想出錯是什麼東西。對。可是如果在上面好玩的話，你可以為出錯設計好一個表演。但是你是怎麼？因為有的時候我會稱呼自己進入了一個 zone 裡面，就是我進入了一個地方，然後那個地方可以讓我很像我自己。那麼你是需要進去的嗎？就是你是怎麼？我覺得我後來弄懂一件事，就是喝完酒後會很有靈感。對，或是其他任何讓你可以有精神喚醒的情況，儀式後會很有靈感。對，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人，那代表你醒着的時候都在否定你自己，因為你在那個情況下的時候，你只會跟着直覺做決定。对，所以如果那個情況下你做得到，你本來就做得到，不是那個東西幫你的。那回到你清醒的時候，你要理解說，我現在在不 OK 的東西是什麼？像我寫歌好了，第一天寫歌的時候，沒有知道什麼是對和錯，我就是寫完這個東西，我覺得 OK 酷了，現在回去看跟大便一樣。可是那時候我都 OK，那什麼時候我開始說不 OK 了？哦，因為我開始成功了，我有成功的經驗，它就變成一些 filter。然後你要做新的事情的時候，有個新的想法在腦袋裡，它還沒有被你寫出來，因為它不符合這個你成功的經驗，它在你腦袋就被 cancel。很多時候否定是在這邊就不見了，所以你沒有去做下面的決定。可是其實決定本身應該沒有任何一個是錯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做了一個跟你想象上有差距的事情，你會在下一個做決定的地方掰回来。所以你決定做得越快，你會越快拿到些你想要的東西。可是如果你每做一步就在想，然後哪邊錯了，你完全接不上去。然後你每一次都會是重來一次的。我有點哇，好猛！你什麼時候有這些想法？就是我發現說，你發現說那個人賴皮在同一件工作裡面，對，這事情最後還是會做完。問你一個問題：堅持和固執的差別是什麼？差別是你有沒有隨心所欲的能夠讓它發生嗎？我講簡單一點，我覺得固執就是你讓所有人不開心，你要堅持一件事。對。堅持就只是我等大家都選好了，然後我再把我自己的事情好好做好。对，所以我明白之後，我就發現說，我讓別人先選啊。可是跟我以前固執的我比起來，我把大家都弄不開心了。我發現2個方法都會讓事情做完，所以我幹嘛不選後者啊？對，所以意思是說，每一個決定都沒有錯，而且我試着去相信，我覺得我以前不會相信的決定，例如說我的專輯，我的團體專輯，
Smash Rex 第2張專輯《三不管》，第一首歌叫《三倍》。然後這張專輯叫《三不管》的原因，是因為我團員嫌我是控制狂，所以這張專輯我們不准管對方要做什麼，所以我們3個人都不准管對方，就叫三不管。對，然後我們寫第一首歌《三倍》的時候，我先寫完了我的 verse， 然後我說我們要寫一首我們现在回來帥帥的歌這樣子。對，重新登場這樣。然後他寫第一個 demo 過來。他用米老鼠的聲音唱了整段 verse， 然後寫了宵夜。我想說你在寫什麼東西？可是我把這個東西吞回去了。对，你可以回去聽那一首歌，那是那整首歌裡面最好的決定。所以意思是說，我如果以前那麼固執的話，我就見不到這個結果。你有沒有擔心過，就是你做錯決定？不會再做錯了。沒有錯的決定，尤其是這個時代，結果一點都不重要。所以應該付出的當下就是收穫，剩下是多的。金曲獎是多的。對，對，就是我做的當下就夠了，剩下沒有關係。超喜歡這句話的。對，你怎麼決定現在的這個身份？就是因為我知道你很早開始就進行創作嘛，才很早之前就上饒舌歌嘛。你怎麼決定這一件事情你要做這麼久？你國中的時候，或是你有朋友打球嗎？打籃球啊！我跟你朋友一樣，我是只是喜歡籃球，喜歡唱饒舌，其實它就是一件事而已。我那個年代，饒舌從來不是一個可以當做工作，甚至我覺得做音樂好，都不是一個可以當做工作向往的時代。对，那我沒有想過要拿這個當工作，對，我只是我覺得這就是我最會做的事，然後我一直都有做它。然後有一天我就突然可以打職業賽，那我去打職業賽，對，就這樣。當然，我覺得過程中有被我簡化或稀釋了很多東西，但是其實事實上只有這樣。就是你很喜歡這件事，而且其實我們每個人生再拉開回來，一年就1-2件事，就是你回去看就1-2件事，1-2件事啊，你數一數這幾件事，就到這裡來了。所以意思是說，你往你想要去的地方做的決定越多次，你什麼機會都收，什麼爛掉你都收下來。你知道你是可以，你一定會離你要去的地方越來越近，這是物理。OK， 對，所以你有沒有朝那邊去做決定？那什麼情況才要做決定？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麼感覺一个人他現在過得自由或不自由？如果你要判斷的話，你會怎麼下這個判斷？有時候從表情啊，有時候跟你講一下話就知道你自不自由。可是這個東西就沒有一定要怎麼判斷，它就是你，因為我覺得聽 podcast 和開 podcast 的人本身都是在尋求一種解脫。我自己對我上 podcast 是有在限制次數的，就是我覺得我是個做音樂人，我不要每天都在講那麼多話，而且我該講的話其實都是我只有一個道理，就是我每天寫歌，然後我從這裡面發現了好多事情，其他沒了。你會更理解寫歌是一個內在探索在輸出的過程嗎？你怎麼理解這個事？我覺得不同階段不一樣，然後我覺得熊仔是一個在這個階段影響我的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對啊，而且他是唯一一個人到現在，我覺得他跟我一樣不怕麻煩，然後一樣我們都很厲害，然後我們有很多相對的事情，對，就是比如說我們都被說Stussy 不是呂士軒是熊仔，然後我們都被謝和弦罵，因為謝和弦以為他把我和熊仔混在一起罵，然後呢，他生病的時候他沒事，他哭了，然後我們都被張清芳趕了一下得獎了。總之寫歌創作從裡，寫歌是我認為他在一開始的時候只是好玩在填東西，但現在我寫歌我可以慢慢理解到說，當我沒有目的的寫歌，對，就我沒有一定要寫成什麼的時候，我可能用你的這句話就往下寫歌了。我沒有目的要寫歌的時候，我寫出來的押韻可以因為我反應很快，所以我寫了很多押韻。
當我沒有注意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寫出來的押韻反而是我正在注意的東西。這個事情蠻有趣的，所以對我來說，寫歌的過程有點像占卜，對自己占卜。然後我總是可以把周圍的情況寫清楚之後，我就可以往未來多翻幾頁。那叫真的，這人是可以有見聞色的。那跟辛普森畫漫畫是一樣的道理。對對對對，太帥了吧！這個技能就是意思但這個在 Podcast 講，我覺得太複雜了。其實重點只是你有把東西不用否定的方式這樣寫出來，然後它可以組成一個，在你寫完之前，你不知道你在寫什麼。對這件事，我覺得我用講的太這樣不適合講。但總之這件事讓我找到很多不否定自己的方法，然後套在生活每個角度，包括表演上，我覺得它都有更。以前可能我就會，可是我覺得我自己沒有那樣子的解釋或是清晰。可是當我會做了這件事之後，拿了這件事來看我所有事，就是我碰到問題的時候，只要想說好，我往下做決定就好。那下一個決定是什麼？就算當下我在台上出錯，那我想的是下一個決定，而不是出錯了誰怎麼看我？沒有那些事情，沒有那些事情。等於說，其實你一直在解決問題就好了。對，只要你一直能夠往前走，那個未來它自然會被一個一個堆疊，就到那裡。是就養成了你的占卜能力嘛。就是你往前，你就反正你会推，就有一個路會開出來。也許是這樣說，可是我覺得實際如果你真的跟我寫一次歌。就寫個10分鐘，你可能會你想的事情可能是別的事情，因為我覺得有點像，因為資訊變多之後，我們開始思考，到底要收什麼東西啊，吸收什麼東西進來。所以其實你發現以前很重要的東西很多都不重要了。你會說你自己是一個執行力很強的人嗎？我很強。我覺得我算是，我和熊仔厲害，就是我們兩個都超級不怕麻煩。對我來說，我覺得熊仔在我們兩個人佩服對方不怕麻煩的位置不太一樣。他做得到的是我做不到，我做得到的是他可能做不到，有點像，就是我們有點剛好補了一塊。我很喜歡欸，你怎麼決定哪些事情要放棄，哪些事情不放棄的？我永遠不會放棄，是因為我每一次暫時的結果就是，你輸了一下，你多花了錢，你表演沒人看，你歌點閱率不好，這些你都是輸了一下。他都不是叫你要放棄，他就是一件事表現不好，那做下一件事吧。那然後什麼事該放棄？我覺得放棄執着要放棄，你要知道現在什麼事卡住了，對，往前做決定，所以要放棄卡住的事情。卡住就不要做。其實我覺得在現代來講，你可以透過任何 AI 更理解一件事，就是你同一個結果，你經過幾次的運算，它會越來越漂亮。對，你要講話也是，就是你做了決定1次、2次、3次、4次，同件事會變得更好。但是有時候你會知道它已經停到差不多了。对，好了就好了啦，对吧？比如說有一些人他會有他的舒適圈嘛，如果他要進行更不一樣的事，他肯定可能要在他舒適圈之外要做一些事嘛。对，但是他要怎麼知道這個時候他有沒有撞到那個邊邊？就說他的能力就卡在那，就上不去。他要怎麼知道？因為有時候穿越舒適圈的感覺，跟他撞到真的自己天賦的邊界是不一樣的。我覺得這個東西太模糊了，你一定是一個整天想亂七八糟的事情。我應該要直接跟你說的東西是，根本沒有那些邊界啊。然後重點只有，舒不舒適圈只有你擅不擅長領域。对，擅不擅長交朋友，交朋友可以算是一件舒適圈行為。好，我們把不會交朋友和會交朋友的人分出來。对，好，那我不擅長交朋友，假設，对，那我要跨出去，就是我要解決我的這個能力，交朋友問題。對，所以舒適圈的重點是你為什麼要出去啊？對吧？你為了人類要進步這個偉大的執行使命而要跨出這個舒適圈的一步嘛？就不是，當然是為了自己舒服。對，甚至大部分人只是覺得這樣會進步，所以要出去。我自己的看法是，
你就不要整天關在房間，都不算在舒適圈裡面。但你整天在房間的話，應該就算在舒適圈裡面。你没有在舒適圈裡面，你整天在遇很多人，然後這應該都不是什麼，這些你都在嘗試新東西，這個很確定你沒有這個問題。那普通人要怎麼去檢視這件事？他到底想要做什麼事情？因為我觉得剛剛這個問題有很多，對，有很多太多假設了，他好像是不存，就是一個什麼事都沒有做的人才會想的問題。因為當他開始做的時候，他就根本沒有這些問題，不會有存在這些東西。哇，你真的是執行力感覺很強的人呢。因為我自己在做，就是火星，就帮我們現在在準備火星計劃這個過程，其實我自己吃了非常多苦頭。當然我會形容它是一個辛苦但沒有很痛苦的過程。那我在做這件事情的理由有一個部分是我想要成為我自己生命中的證據。就如果我做成功這件事情，那我未來我看到我做過這件事，我也會很激勵我自己。那我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做這件事情也有机會可以激勵別人。那當你在進行創作的時候，你是怎麼思考這件事？當你做一首歌的時候，你是怎麼思考這件事？我覺得我在近幾年給我自己創作最大的目的，就是可以影響我生活的周遭，然後就這樣而已。因為我就想逗那個人開心，那我寫歌給他開心，就這樣而已，沒別的。我整張專輯，我得獎這整張專輯，每一首歌都是我只是想要做一個差不多的事情，然後做出來，大部分，而且每一首歌都有一點有趣的小故事吧。然後剩下的就是你剛剛講的，就是多的東西。所以其實你一開始也沒有設定它會得名或什麼，沒有，就是我想要，我覺得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帥的一個形態吧。然後我想把它留着，如果我忘記我自己長什麼樣子的話，我回去聽一下，哇，馬上回來了，帥爆！你平常你怎麼吸收資訊的？你怎麼產生靈感？自己跟別人說話，去關心你認識的人，然後你認識的人旁邊又會讓你再認識一些新的人，最後你就整個街區都是你認識的人。然後我覺得認識的人很多的時候，你會知道你現在碰到問題，你要找誰幫忙。對，然後有时候命運就很有趣。當你是一個你認識很多人，你就是一個命運交匯匯流處，所以你周圍一定會發生很多巧合，很神奇的事。我身邊總是有一些很屌、很神奇，感覺像魔法做出来的東西的，对吧？你人生活到現在，你覺得這個狀態是你喜歡的嗎？是，這是我最喜歡自己的樣子。然後每一天你都在過這樣子的生活，我覺得我是每天，我很帥耶，很帥耶，就是好像你突然找到一個，就是你負的東西找到方式排掉，然後那個排掉根本也沒有排掉的時間，所以其實感覺起來我好像是一個完全沒有負面的人。不過其實我認為有多少正能量，一定有多少負能量。同意，完全同意，對。那同意。寫歌這件事有趣，就是其實寫上去就知道，我每天看得到我在想什麼，然後我在關心什麼事情，然後我有跟別人說話，我跟這世界不會有代溝。所以你是個創作能量非常豐沛的人，應該是吧？對啊，應該是吧？如果我覺得可能熊仔在我認識我的朋友比較熟看得到創作的人裡面，熊仔是唯一一個我覺得可以跟我寫歌的練習拿來做同個量級比較的人，除了他沒有別人。哇！就我們兩個我都覺得是那種很喜歡做這些事情的佼佼者。熊仔更是誇張吧？他現在當爸了，他只有攬更多複雜的事情，就是一個我每次以為他就只有。他已經最聰明，就長那個樣子了。對，然後他下次就把整個什麼倒過來寫啊，那種，就是他永遠只會，就是他的歌就是在告訴你說我超聰明，你們都不要玩。
然後我覺得以前要追到他那種努力，會覺得，因為我不是讀書的人，對，所以你會覺得，那我只能靠其他種努力跟他並駕齊驅嘛，說不出來，因為他就是一個我們會比較的人。他就是我的朋友，也是就是我懂亦师亦友的概念。啊、你会怎麼樣形容你自己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我就是個太陽，我就是個，我覺得我是一個，如果在我自己的世界裡，對，我的音樂，我是好多人故事裡面的起源。旁邊的 NPC， 你怎麼找到這個角色定位的？沒有找，就是你一直把多的東西給別人就好了。找自己不擅長的不要做。就是我的多的是指說我給你不會痛，就像知識或是我覺得我告訴你那邊有好吃的，对啊，我買了一個，我知道你會喜歡這個東西，我買了一個東西送你，我就是只是一直在拿多的東西給別人，我很喜歡給別人東西，然後。給了之後，就會無意間中了魔術。我剛好植樹節生的，應該就是這樣中了。意外的知道一個消息，對，哇！就那時候你談了一個，就是巧合也沒關係，巧合本身是一種意義，活下去就是有骨氣的人這樣。是。然後那個時候，因為其實我們聽眾有很多的人的生命是很低谷。然後他們可能現在走在很深淵啊，或者是很暗黑的路口這樣。那麼如果那一些人，你有機會跟他們說些話的話，那現在的你會跟他們說些什麼？不要怪自己哦。哇，對啊，就是如果我自己是一個雙親中風的家庭，然後我爸爸在大概其實我覺得我認真要把音樂做好一點點的那個時候，大概是我爸中風之後，我只會拍片和做音樂，然後大學要畢業，所以我不確定我能幹嘛，但我就把這兩個想說好，就試試看可以幹嘛，有什麼活，有什麼奇怪的機會，全部都接，也是這樣子。中間認識熊仔，認識大家，然後到金曲獎前，我媽中風到，然後我媽今年1月左右走的，對。我覺得人生對我來說的感受是，我是一個離死亡很近的人，一直都是。還有很多小故事，但我們先不提那些小故事。對，我覺得當你人生30歲後長大，就是你會越來離死亡越來越近的感覺，會開始有感受。你的親朋好友，然後都開始周圍會。你會離喪事近一點，你會離生死近一點，你會離 ICU 近一點。對，你甚至去過好幾次了。我覺得那個感覺多來幾次，如果你沒有一直卡在那邊哭的話，你應該會看到，你會感受到很多事，然後你會發現說哭的沒有。然後如果我現在沒有哭，我就有機會在那一團哭的人旁邊看到一件好事。所以我覺得。這是，如果你在你任何狀態，你先不要怪自己，然後你想想看，如果在你那個狀態，你最喜歡的英雄會做什麼，會怎麼做，然後你要笑得出來的話，心裡應該要長什麼樣子？這幾件事有做，想一下，可能你會有個答案。那至於其他事情，我沒有說什麼事一定準，因為我不是你的精神狀況，但是希望你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不用別人幫你。我常在我的表演上講一段話，我說：好事就是離你要去的地方更近了，壞事就是繞一點路而已。我是一個不怕麻煩，也不怕繞遠路的人，所以對我來說，好事和壞事沒有差別，只要往前做就對，順就好。我有一個非常非常表演菜鳥的問題，因為我們要去小巨蛋演嘛，那我實在很不確定，我到底要怎麼能夠，當然我也不太確定這個想法對不對，就是我當然想要感染更多人，我當然想要讓他們的生命中感覺到希望，感覺到溫暖，感覺到你在低谷的時候能夠繼續往前走，
但我實在很不確定這樣子的能量要怎麼放出來，能夠讓他們知道這個事情。當然，我從我面前就前面跟你談了一些，我有可能有一些方向，那能不能請女生給我一些想法？你是怎麼做這件事？把能量放這麼大，然後這麼多人喜歡你的作品，並且在你作品中找到他們自己也共感的部分，你是怎麼做到這件事？去跟人家說話。你看這個時代最難的事情，最難的事情，你知道我花那麼多時間讓自己变那麼快，对，变那麼屌，就是為了有很多時間鬼混去站到旁邊，別人問他好不好。我可以走到那邊，我就會突然聽到一句話，啊，我知道原來在這個地方是這個感覺哦，原來這麼熱是這麼熱哦。這個是準備工作的，我自己平常就喜歡做的，然後我覺得這些跟我直接寫出來的東西就有關係。然後你說我為什麼會有能量？我以前在夜店當 Party MC 打工，這樣，可能我覺得這件事有影響蠻多的，對啊。哦，我們在夜店的時候，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因為我不是一個我當 MC 也算是比較可憐的那種，因為在台北就是那種比較你知道人很多的地方，這邊的 MC 其實不用帶什麼東西，他出去亂講話，大家都會尖叫，大家都會舉手。我在新竹的夜店不是這樣子哦，你知道你出去在那邊胡說八道，不會有人理你的，絕對不會有人理你，而且新竹的夜店有一種狀態，就是看起來像兄弟的人很多啊，對，所以通常那整間店都不會有太多人，然後大家很難想要有跳舞的感覺，然後你就要在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每天上班都是在考試，你就要在這個情況開始發明一些方式，你知道，譬如說現在舞池都沒人跳舞，可是好桌子有幾桌這樣，可能散客3、4桌，你要怎麼騙他們上來跳舞？為什麼會？你要先創造一些需求，對，好，我就會跟 DJ 說，然後突然放生日快樂歌，然後他一切歌放生日快樂歌前，我就直接隨便點吧台一個人，跟他說今天是你生日這樣，然後假裝他生日，然後唱生日快樂歌完，然後趕快接一個最嗨歌的地方一下去，人就起來了。我是一個很喜歡看爽片的人啊，我會一直記得什麼東西讓我爽到，對，然後我盡量在我的創作裡面複製那個東西。哦，把你生命中看到那個體驗變成你的東西，再給到觀眾。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如果你今天在下面，或是你是你朋友，你在接收一些讯息的時候，你聽到你自己的聲音好了，對，這邊會快一點，這個不用吧？你就是去做好那些事情而已，沒有別的。我今天跟你聊，我大概有70幾天，因為我7月1號要上演講加可能歌唱表演的一個這樣子的劇情，這樣。那你會給我什麼建議？去看脫口秀，看到你夠熟悉那個節奏到底是什麼，然後還有你在講話，如果你自己計時，你可以聽別人有感覺的地方是什麼嘛？那你記得那個感覺，你算一下，你覺得你1分鐘應該要出現幾次那個東西？你有寫上去嗎？你有寫得到嗎？但是這是一種計算方式，因為這是喜劇的做法。對，所以我寫歌我也是這樣子，在感覺這邊有點在水，這邊沒有東西在交代。我們今天聽到一個歌手，然後他唱歌可能很像，隨便亂舉例好了，很像蛋堡好了。OK，可是他在這首歌裡面好好的講完他自己想要講的東西，對，你會忘記他長得像蛋堡這件事情。可是如果他什麼都沒有講，你會一直開始檢視他這一句唱不好，他那裡像蛋堡，他怎樣他怎樣。所以意思是說，我覺得一個人當有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的時候，出錯也不是出錯，因為你不是學別人做的。我在做那個，因為我以前是重度憂鬱症，反正就你有到重度哦？對，然後把自己幹掉過很多次，這樣，然後反正運氣很好，也沒把自己幹掉成功過。然後後來就認識我太太嘛，那我就突然就病就好了。然後呢，我現在在做的這個事情之前，其實我就是在當企業主嘛，自己開公司，自己創業做品牌。然後在23年年底的時候，我就破產了，第3次破產。
然後那時候反正我去找了一個我的人生導師，我就問他說，我現在真的不知道媽的人生又被我法掉了，肯定不知道怎麼辦的這樣。然後他就問我說我想要做什麼，我就說我想要幫助別人。然後我說但是我少了很多資源嘛，有的沒的，就講一大堆借口，沒有要開始就對。然後總之他就 push 我，就說我去做我現在在做的事，所以我就開始做我現在在做的事的第一年，那一年我就收到了好像8000多封信，就是我的粉絲們寫信給我，因為那一年我做的課程都跟人生有關係，都跟人生的變化有關係。然後收到8000封信裡面，大概有1700多封信都在跟我表達他們想要自殺的念頭，這種就收到很多很負面的信。然後從那一天才開始，我才發覺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好像跟我原本想象的已經变得很不一樣。包括我這次去做火星計劃，也就從那一天開始。從一開始做直播3個人來，然後270天之後3000個人來，我再做 TICC， 然後再從 TICC 我走進到小巨蛋，大概我過了1019天吧。每一刻我都有跟你剛剛講的那種感覺是一樣，我沒有為了得獎而做一張專輯，就是我突然做着這個事情就把我推到這，但是這也讓我很恐慌。因為我有一點感覺，就是我沒有準備好這一天會來，他就來了，那我就有點候補的感覺，就是我好像有點來不及去補足。我靠，我怎麼覺得是對的時候？當然每一個人，就我見到非常優秀的人，包括你也是，就是都告訴我，對，你就他媽的，你就做自己就很屌。但是我一直對於有的時候我可以找到做自己原來是這個感覺，有時候我又會覺得哇，幹，我現在進不去那裡，你是怎麼到那裡的？雖然這問題聽起來很抽象，我覺得很簡單的說明是寫歌這件事是，如果你每天10分鐘而已，然後10分鐘你可以輸出一段你自己好像覺得好像寫了些什麼的東西啊，然後每天就花10分鐘，对，然後你可以寫到的時候，你不會我自己覺得創作的人應該覺得自己是富有的才對啊，我覺得我超喜歡這句話，我超喜歡。所以意思是說，你會覺得你会懷疑自己，但代表你創作的東西太少。你一直都在想事情，你應該沒做什麼東西，我猜。等於說你一直在做的時候，你會有個確定性。你做了，你根本沒有在管確不確定，你就是你正在做，然後。好狂暴不好就不好啊！可是不好的時候，你會想不好要幹嘛？對，這也想得到。你就是一直在這些事情裡面。對，但是如果一直在做的時候，你就一直在推進這件事，然後不會有前面，還是不會有那些問題。做了不夠多。哎，我覺得這超棒，這個想法超棒。以前你就是這樣子了嗎？我覺得我反應很快，然後我發現。每一次出問題都是長一樣的時候，你就會記住這個問題點。然後我覺得剛剛這個就是問題，就不要讓它再出來。對，就是你會知道說現在停有東西停了，為什麼？對，因為有你讓它停了，或我讓它停，或什麼東西讓它停了。對啊。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現在在準備小巨蛋，那我上次有問過熊仔這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我在準備這條路上面。你要推薦我認識一個人的話，那麼那一個人會是誰？囂張，我的囂張 Lucky 老師，他是世界冠軍，也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我的一起表演的在台上的其中之一。对，他是我御用整個 IP Lakers 都是我御用的舞者，我也是 IP Lakers。哇！然後我的手勢甚至是從 IP 的 Lakers。的手勢延伸過來有帥。我覺得認識囂張在我覺得完整我人生有很大的一個重要的點。他告訴我，他教會我，如果現在不能用生氣處理的話，那你不能用情緒解決問題，那你當什麼？因為情緒解決問題的方式都是最笨的。他提醒了我很多事情，然後我覺得你會在他身上看到我的樣子，我保證。然後不是他學我，是我學他的。我就是一個一直從朋友身上偷東西過來的人。
然後再內化成自己的東西。也許吧，就是反正我偷了什麼，我這一陣子常跟那個人講話，我就會變得跟他講話一樣。就是個這樣子。我覺得我是這樣子學會很多東西。OK， 來最後一句話送給，因為我們聽眾很多人也都是你的粉絲，然後如果他們現在正在人生中很低谷，或者是不確定或者不開心，好了，送給他們一句話吧。這是別人聽來的，我從小就看書聽到的，然後它也是我的座右銘之一，就是關注但適可而止。你這說你沒讀啥書，我覺得實在是我看起來沒讀書，但是我覺得你這個讀有點讀太多書。沒有，我沒有覺得我讀，我是真的不，因為我小時候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讓我沒有辦法看東西進去。然後我到大學我才逼我自己，我覺得我要試着看一點東西，然後我發現我其實可以看小說，對，然後我才開始可以把一本書讀完，但其實也沒有讀過超多本，我必須這麼說。我要是有你這麼糗哦，就是我可能會跟你說在那邊如果你要唱歌的話，你要監聽要帶穩的，你一定要帶緊的，不然你那個聲音會亂竄這樣。對，這個是我可以告訴你這是專業部分要知道一下。有沒有一些超級初階表演入門一定要知道的3件事，好不好？如果你在表演的時候突然停電，馬上麥克風放下來，開始唱生日快樂歌。好，真的每次都有用。我到时候真的唱，我一定打。就是每次祝你生日快，就馬上這個事情就沒事了。哦，就接上去。对，就是會弄得很像驚喜，而且有時候燈會剛好開回來。哦，那他如果忘詞怎麼辦？忘詞停下來一下，你就說我忘詞了，等一下，然後再一次，就這樣啊。歌出錯了，真的出錯就重來一次。如果那個東西，就是你不要看起來你歡喜歡鬥你要去就去了，不要就不要。你在上面看起來彆扭，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然後我可以跟你講，我覺得啊，像我長大，我現在更看得懂表演在看什麼。就是如果這個人他看起來很用力，然後他看起來在做他很不擅長做的事情，对。他看起來就越缺愛，他越想要被看見，他就等等这些動機你會看得到他是不滿足的，一個不滿足的人在上面再厲害，看起來都少了一點東西。就是那種他想贏得觀眾的。對，就是你給我啊！除非你是當偶像啊，當然我都給你。可是，對啊，如果你不是的話，那我們要一進一出啦。那你上大的舞台之前，最前一刻你在想什麼？我希望等一下呼吸不會有問題，我可以一直盡量挺胸，因為我有點久沒有好好運動，然後我覺得只要駝背的時候，我呼吸會不順。然後其實我的歌又需要蠻多氣，一直換氣。對，其實我應該現在要開始讓自己再稍微健康一點啦。嘿，今天我知道了。對，就是我非常感謝你來。大部分的問題我都是在了解。如果有一天我能夠離一個我認為好的表演者、好的藝術家更近的話，到底你們是怎麼成為現在的你們？那我覺得每一次我跟你們聊完天之後，我都有很大的啟發，因為在我的世界裡面，我就是很多創業家的老師，但我在藝術或者是表演，甚至你剛剛說創作的這一些，我根本就是超級菜鳥。所以我會一直想要理解這些事情到底是什麼，但當跟你聊完之後，我很受啟發。我覺得這是一個我今天要特別謝謝你的地方。信念感，帥，切哥學到一個很棒的方法，感謝。我先往前。3年的房間，但開朗的心卻有點累。窗外沒有流線，只有我和沒說完的明天。從小就想飛的夢，還藏在抽屜裡面。我不敢承認，其實我還想飛得更遠。是不是一定要等風向改變，等誰點頭，等奇蹟出現？如果世界沉默，是不是就代表我該妥協？在宇宙回答之前，能不能陪在我身邊？
在所有不確定裡，替自己按下開始鍵。如果星星還沒亮，那我就先勇敢一點，在宇宙回答之前，我先往前。城市慢慢的肅靜，人群也開始前進，好像每個人都看前行，只有我滿懷不確定。我也不是沒想過自己是不是太普通，把那些太遠的夢都放在最深的夜。是不是一定要等風向改變，等誰點頭，等奇蹟出現？如果世界沉默，是不是就代表我該妥協？在宇宙回答之前，能不能陪在我身邊？在所有不確定裡，替自己按下開始鍵。如果星星還沒亮，那我就先勇敢一點，在宇宙回答之前，我先往前。有時候我也懷疑，是不是我想太多？但是說不可能的人，其實自己也沒走過。他們說現實很重，我是太難承受。可如果我連試都沒試，又算什麼結果？我也曾千次萬次問過自己，到底行不行？那些沒有回應的努力，到底算不算前進？還是每一步都微不足道，沒人看得清？但至少我走上這次的我決定不放棄。能不能陪在我身邊？在所有不確定裡，替自己按下開始鍵。如果星星還沒亮，那我就先勇敢